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是一个以聊天为主的节目了。如果是这个频道的老观众呢，就会发现哦，我把养了很多年的长头发咔嚓一刀剪短，剪成我现在这个样子。大家肯定会问，你发生了什么事吗？好像一般只有失恋啊，或者是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才会把头发一下子剪短啊。其实对我来讲啦，头发确实是很重要的。那这里呢，我也要请出我很爱的英剧《Fleabag》里面那个经典桥段。女主的姐姐呢，头发被剪坏了，然后女主就愤怒的大吼那句金句 ：“Hair is everything。”真的，头发太重要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期长影片，看看我过去20年留过的各种长长短短不同颜色的发型。这一次呢，我为什么会下决心一咬牙一跺脚把长发给剪短，以及我最近在用的一些洗护产品和造型产品。那前两个部分呢，没有任何的营养，纯粹是瞎聊天瞎扯淡。那如果大家不想看的话呢，可以直接拉到第3部分去买就可以了。我也会把所有推荐的产品的链接呢，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我的头发呢，这一路走来我就在不停的折腾。我小的时候呢是长头发，又黑又直又亮啊，感谢我妈咪啊，我的基因特别的好。但是呢，在小学大概3、4年级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彻底改变了我。那时候呢，上海很流行生虱子，我们上海话叫老巴塞，就头上有那种会跳的那种虱子，你知道吗？很可怕，而且这种虱子是会传染的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上海所有的学校都要每天检查女生的长头发，因为女生的长头发是重灾区，特别容易生虱子。一旦生了一个呢，整个学校都会被传染到。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的小学就在检查我们的长头发里面是不是有虱子。检查完毕之后呢，我已经记不清楚当时老师说我到底有虱子还是没有虱子，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我只记得检查完之后，老师呢就把我一把拉到医务室，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师就拿出一把剪刀，咵就把我的长头发给剪短了，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这件事情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记得好像我当场就嚎啕大哭，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得到，对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讲啊，一头黑长直突然就被这么粗鲁的剪掉，这种伤害实在太吓人了。反正我当时就爆哭，老师呢就过来安慰我说：“哭什么啦？你短头发也很好看的呀。再说了，你是班长好吗？班长就是要以身作则的，长头发最容易生虱子的，短头发才好。”然后我那时候很小啊，完全也不懂反抗什么，我也是个很典型的乖乖女好学生嘛，那就接受了呗。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学习的生涯我就再没有留过长发，可以说是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吧。一直折腾到大学最后2年，直到上班的时候呢，我才慢慢开始留起了长发，还是黑长直哦。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巴黎欧莱雅上班，巴黎欧莱雅呢有一个 category 就是家用染发产品，我们呢也会跟很多发廊合作，还有自己的 training center， 所以经常需要模特，我就自告奋勇，所以我的头发呢就染得乱七八糟。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下定决心说我再也不要染头发了。再之后呢，我迟来的叛逆期终于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把我的一头长发呢去烫了一个爆炸头，所有人看完都惊呆了。那我真的很喜欢，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很喜欢把自己的皮肤晒黑，还去学了跳拉丁舞，就整个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很有意思。但是呢，这种爆炸头好看是蛮好看的，就是很伤发质。没几个月之后呢，你的头发就毁到不行了。然后我又一咬牙一跺脚，把我的一头爆炸头呢剪成了板寸，这个对比是不是很强烈？再之后呢，我就一直是各种各样的短发，直到大概11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意识的留长发了。那第一个主要原因呢，是我觉得以前太男孩子气了，我想要变得更温柔，更有女人味一点。你看那个时候的我，黑长直，再搭配这些小裙子哦，就那种美美的小公主感觉，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其实在美国，我感觉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发型师啊。那大家肯定会有疑惑，怎么可能啊？有很多发型大师都是欧美人啊，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是这样的啦，很多欧美发型师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亚洲人的头发，因为我们的发质呢跟他们的发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冷笑话吧。因为我自己虽然没有做过这些洗发水、护发素的 marketing， 但因为我有很多同事嘛，跳槽去了不同的公司，那有些前同事呢就去了比如说联合利华这种专门做洗发水、护发素品牌的 marketing， 他们就跟我讲，你知道吗？在美国最种族歧视的地方就是发廊，当然这个种族歧视是打引号啦，因为你在白人发廊里面呢，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顾客。你在亚洲人发廊里面清一色都是黄皮肤的顾客，你在黑人开的发廊里面清一色都是黑皮肤啊，因为只有自己本族的发型师最清楚你的发质是怎么样去处理你的头发会更好。当然了，肯定会有一些顶尖的发型师哦，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这个 level 应该一时半刻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找顶级的发型师，对不对？那长头发呢，日常就不需要经常去修剪嘛，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想要留长头发的一个原因。不过呢，留长头发哪有那么容易啊？像我这么没有耐心的人哦，留着留着就去修一修，一修嘛就修短了，所以一直都是到肩膀以下一点的位置，就再也留不长了，又被我不耐烦的去剪掉了。那离我梦想中那种长发飘飘还是很遥远的。但是我就是那么的执着，我就是在想，哎呀，一定要留一头长发，多美呀！所以我就很执着的一直留啊留啊留。那正好又碰到疫情期间嘛，剪头发也不方便，结果留着留着呢，还真的给留长了。结果没有想到留长之后呢，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啊！我发现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的头发实在是太黑了。再加上这么长的头发缺少层次感，而且整个头呢就显得很重，就好像有一个很巨大的黑帽子顶在头上一样啊，其实并不好看，而且显老。那么一个方法呢，就是去染发。其实我也不是很想染啦，因为一旦你染头发之后，你就要不停的染，这个我也是知道的。但是经过权衡之后呢，我决定还是去染。然后问题又来了，我头发那么黑，第一次染的时候根本染不上去，完全看不出。然后我第二次再去染了一次，就只能把头发漂了一下才能染上一点颜色。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之后头发的颜色是染上去了，但是我的头发也就彻底的毁掉了，非常的毛糙。日常怎么护理都很难能够解决这个毛糙的问题哦。而且呢，有的时候我梳头根本梳不开来哦，会打结。背包的时候，这个肩带有的时候就跟头发都缠在一起哦，非常的吓人。不仅发质变差了，而且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过于天真了，过于简单了，好吗？我梦想中的发型吧，就是舒淇那种大卷发，哇，风情万种，好适合我啊！我觉得我自己卷发吧，卷，我肯定能够卷出她那么美的样子来，对吧？当然了，一方面人家长得美，你也不能想象自己长成这样，对吗？那更重要的是呢，人家的这种发型是发型师吹至少1个小时才吹出来的。像我这样的人在家里面怎么搞都搞不出这种发型的。第一呢，我没有耐心；第二呢，我没有时间，搞个30分钟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第三呢，我没有技巧，因为我是一个大手残，光是一个戴森的卷发棒就要搞很久很久啊。每一次卷出来都觉得我不太行。我真的不瞒大家讲我有一阵每一次在拍片子之前卷完头发，然后呢对着照相机开始拍嘛，我就看我镜头里面的自己，我就在想这个头发怎么这么的乱呀，我什么时候能够把这头给卷好啊？我还看了无数的教程，你知道吗？包括 YouTube 包括小红书我都看，我还是不行啊。真的不要说明星了，我看到其他的博主
每一个上镜的头发都好美啊，无论是卷头发还是直头发都很干净，你知道吗？然后就很整洁了。哎呦，我就好羡慕人家。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就这样，我就一直折腾到今年春天的时候，某天早上我醒来，哎呦，我看着自己的头发，就是越看越不满意。然后我对自己讲，你留长头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好看呀。但是你现在这样好看吗？好像不是很好看。一来呢，发质太差了，很枯，很不健康，看上去很 cheap。二来呢，头发染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很混乱啊。三来呢，头发那么长，你这个重心也会下移，而且你这个发根也立不起来，因为发量太多了嘛，这真的不是很好看啊。那我为什么要留长头发呢？跟我想要的目的不是南辕北辙嘛？哎呀，我就想，也许是时候把头发索性剪短一点，就剪到可能肩膀这里会好一点吧，对吧？那我要做一下功课，去找一个发型师。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发型师呢是个韩国妹子，不是说她剪得不好，因为她本人就是那种很韩系美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很优雅、很可爱、很软妹子那种。但是呢，我感觉她应该剪不出我想要的那种很时髦的偏短的发型。她自己是长的直发嘛，我觉得她应该不行。后来呢，我就在想，我要自己再找一个新的发型师，我就上网各种找，从 Google 到 Instagram 到小红书都找了个遍。最后呢，我就锁定了一个在中城的日本发型师。那我提前呢还看了这个日本发型师之前做过的一些作品啊，有一些短发和染发的颜色呢，我觉得自己蛮喜欢的，我感觉他应该能够帮我做出我想要的发型来。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发型哦，我只是隐隐觉得我想要重新染一下，剪短一点，就大概是这样子。那约的时间到了之后呢，我就去他的店里面，看到他第一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对的，大差不差。他呢很瘦很矮，就是一个蛮典型的日本人的身材，而且也是有点年纪的，一头黄毛，就头发染得很黄，也是短头发。穿的衣服其实也很简单，穿了一个马甲，穿了一个阔腿裤吧，因为身上都是剪发的工具嘛，因为一般发型师都不会穿浅色的，否则都会弄得乱七八糟。但是我感觉他是有时髦基因的，你知道吗？就是时髦的人哦，无论穿什么，他就是很时髦，就很神奇。不相信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你身边的人哦，有的时髦的人就怎么穿怎么都时髦。接着呢，我就跟他聊了几句啊，我说我想要把头发剪短一点，我的目标呢是要显得更年轻有活力啊，现在这样有点死气沉沉，而且呢最主要是我头发的颜色呢有点问题啊，因为以前呢补染啊漂染之后，一根头发上面呢有好多不同的颜色，太阳光下呢就会显得很乱，我不喜欢。你觉得我应该怎么会比较好？然后呢，发型师看了我的头发好几眼之后呢，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的头发吧，从这里到这里这一段的颜色呢过于暖色调了，我们要加一点灰色调进去，把它中和一下。然后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就前面那句话打动了我，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头发有点太暖了，我想要再偏冷色调一点嘛。然后他准确的说出我想要的那种感觉来，我觉得就是他了。然后呢，我说那你就把头发剪到这里吧，把下面比较枯的部分全部都剪掉。他说行，然后呢就开始帮我准备了。然后呢，我越看越觉得他应该蛮有感觉的，审美应该不错，技术也应该不错。我就随口问了句，我说你觉得我是留长头发会比较好看，还是短头发会比较好看呢？他说那肯定是短头发。我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发型师是不是都很喜欢劝别人留短头发？他说不是啊，他说因为你的脖子很长，我已经观察到了。那脖子长的人呢，留稍微短一点的头发是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你的优点的。而且呢，你又想显年轻，短一点的头发呢，一定会比长一点的头发在你这个年纪会显年轻的。哇，真的吗？他说真的啊。他说不过呢，我理解要把长头发一下子剪那么短是蛮难接受的，蛮大的一个跨越。
一般人呢是不会第一次就把头发剪那么短的，你也养了很久了嘛，你要不这次呢就还是剪到肩膀这里。如果你回家之后觉得很喜欢，过几个月再来剪，我们再把头发剪短好不好？我觉得他也蛮 considerate 的。我想一想，我说哎呀，大手一挥，剪吧。我说你确定吗？我说对啊，我说我那么直爽的性格，那么叛逆的性格，赶紧搞起来。就这样开搞。其实我跟大家说实话，他在剪的时候呢，我还是有一点点小难过的，看到自己养了这么久的头发就咔咔咔被剪掉了。我如果下次再要留长头发，我又要留10年了吗？太吓人了。然后他还在安慰我，他说啊，没事，头发可以长出来，可再生。那当时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但是呢，最后的成果出来之后啊，我真的好满意啊！大家看当时他帮我拍的这个后面的头发的造型和颜色，真的一下子就大变活人了。头发的颜色呢变得很有层次感，而且呢，因为头发剪短之后呢，你的发根也会自然的立起来，会显得比较年轻，也比较俏丽一点。而且我真的越看越喜欢，我觉得短发其实是比长发更加适合我个性的，因为我其实个性呢也是有一点点偏男孩子气的嘛。那更重要的是呢，短发确实比长发打理要简单很多。今天我这个头从吹干一直到做了一下下面的外翘，10分钟就搞定了，以前30分钟都搞不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型可以算是我的人生发型了吧。其实当时剪完之后呢，发型师是把我的刘海是放到外面，就是这样子的。照片在旁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他把我的头颅呢往这里移一点，他说这个你放到外面呢是比较能够遮住你的脸型的。但回来之后呢，我还是喜欢把它加到耳朵后面，因为一方面放到前面呢会很阻挡我的视线，我看起来难受。而且呢，我觉得加到后面外面稍微翘一点呢，就有点像肯豆的新的短发，他那个发型我就很喜欢啊。我觉得这个发型这样要比放到外面更加的适合我，就很干练又时髦。而且呢，这种发型就可以 hold 住很多我以前穿出来很一般的衣服，比如说吧，这件灰色有亮片的西装啊，有一点过于隆重的，但这个发型配上之后，完全能够消化这一件灰色的外套。再比如说穿一身深蓝色会有点沉闷哦，但这个短发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俏皮。更不要说棒球帽了，和这个发型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下面呢稍微翘出来的一点点这个弧度，真的好好看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剪了这个头发之后，我发现好像我的气质都有一点改变了，我适合的东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以前一直想尝试的那种窄版的墨镜怎么戴怎么都觉得很奇怪，但是配上这个发型，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窄版的墨镜就成功了，好开心啊！感觉这个发型呢解锁了我很多以前没有办法驾驭的穿搭和单品。真的，我想再说一遍Hair is everything， 头发就是一切，发型太重要了。然后我突然就想到，其实这种头发也不是很难啊，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过要去剪呢？其实是因为我以前很执着的不愿意染发，我就一定要留黑发。那这种发型呢，如果是黑发的话呢，就很容易像留护栏，大家懂的。所以当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这种发型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也有一些 take away。第一就是不要执着于以前想象中的发型或者是发色，比如说我一定要留一个明星同款大波浪，我一定不要染发等等其实有的时候放开心态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第二呢，我觉得一个好的发型不仅是好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要跟自己的个性匹配的。只有当你的发型是跟你的个性匹配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散发出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和光彩所以呢，我以后可能应该不会再留长发了吧，因为我觉得实在跟我的个性不太符合。大家也可以想想看是不是觉得这一点有道理。第三呢，就是找发型师，我觉得还是要以貌取人就是如果这个发型师本身就是很温婉的，他的头发也是很温婉的，我觉得他剪出来的头发可能更擅长走的就是温婉优雅的路线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发型师，你就觉得他很时髦，其实跟他穿衣服的品牌
或者具体穿了什么衣服不一定有关，就是那种气质，你大概率就会找到一个比较时髦的发型师。这个定律其实我试过蛮多次的，基本上是屡试不爽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吧，做这种行业的人，如果你本身就很麻麻的，打扮的也不太行，或者你头发本身发型也不太行，你怎么能够去说服消费者来选择你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某种意义上的以貌取人啊，你也可以到店里面去多跟他交流交流，看看他的穿搭，也可以看看他客人是什么样的风格，这样呢是比较容易帮助你判断这个是不是适合你的托尼老师。那第3部分就是买啦，我们先请 Bruce 先下场。先来看我用的洗发水、护发素和发膜，全部都是来自卡诗，是他们家紫色的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是我全部头发搞完之后呢，发型师给我推荐的。他说你如果不想要你的挑染颜色变黄，你就要买这种紫色的洗发水。我说什么叫紫色的洗发水？他说呢，那你打开亚马逊，然后我打开之后呢，他就帮我找到了卡诗的这个紫色的洗发水。他说就是这个啊，回去看了一下，这个很奇怪啊。一开始我看到它上面写的是 Blonde Absolute，Blonde 就是金发的意思嘛。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不是金发专用嘛，我又不是金头发了。但是后来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实不光是金发，它也很适合挑染的头发来用。不管啦，我就订了一套，包括洗发水、护发素还有发膜。我跟大家讲个搞笑的事情，我第一次用它洗头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就是外包装是紫色的，你知道吗？然后我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的液体是紫色的，好吓人啊！然后我洗头的时候，整个浴缸里面就全部都是紫色的这种肥皂水啊，吓死我了。后来呢，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是紫色，是因为里面的料体都是紫色，不是外包装。而紫色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和剂，能够中和黄色。那这点其实如果经常化妆的朋友呢，应该也知道，有一类底妆类产品，就是 primer 妆前乳，就是紫色的。它的作用呢，就是用来中和皮肤上的黄气，让你的皮肤看上去更白皙。其实跟这个紫色洗发水的紫色呢是一个原理。不过这个洗发水的问题就是，我用了第2、第3次之后就觉得头发特别的干，每次洗完都干到不行。所以呢，这个发膜就变成我日常用的护发素了，每次都用很大的量用完之后就会好很多。这个发膜呢也是很紫的，很吓人。洗头发的时候呢还不能幅度太大，不然整个浴缸墙壁上全部都是紫色，很吓人的。那我就不给大家展示里面料体的具体的颜色，因为我怕滴到地毯上，我到时候处理不了，我就放2张图，大家感受一下就好了。如果你像我这样是挑染的，又不想头发呢很容易变黄的话呢，我其实是蛮推荐这一套紫色的洗发水、发膜和护发素的。另外呢，我还买了一个他们的8小时夜间护发奇迹精华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就是你在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可以用它，用在发梢、发根的位置，然后 run through 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就是像精华一样的质地，像奶油一样的，味道也非常的好闻。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放到你的发尾就可以了，因为它很清爽不油腻嘛。味道好好闻。然后呢，你就这样放在头发上，一会儿就会吸收，不会弄脏枕头的。我已经测试过了，而且第2天早上起来呢，确实觉得头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毛糙。这个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就买了，我那时候还是长头发的时候用效果更加明显。这个改变真是立竿见影，真的是 magical 一样的。它里面呢好像是有脂肪酸，还有烟酰胺等等这种比较有效的护理成分反正这一个8小时的护发奇迹精华素我是很推荐，尤其你是受损的头发，如果你是健康的头发就不要用了。再接着呢，我就讲一下我是怎么样做我的造型呢，很简单讲一下我的产品吧。首先呢，头发洗完湿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这个产品，这个叫一个 Leave-In 的 Essence，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了，也就是你在吹头发之前用，可以防止热风对你头发的伤害。它呢也是紫色的，跟前面那个洗发水护发素是一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紫色的，浅紫色，然后质地呢也是很轻盈的，就把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就可以了，不要涂到发根，不用洗掉的。全部涂上去之后呢，我就开始用我的戴森哦。其实呢，是因为我不想再花钱买其他的吹风机了，自己有的这个戴森虽然是 Air Wrap， 就是卷发棒嘛，我觉得四舍五入也是可以用的啦，因为它有很多头嘛。比如说我就会用这个头把头发先吹干，2-3分钟就可以吹的基本上80%干了。接着呢，我就会换一个，就是这个卷发棒的头，这个是一个比较粗的一个头。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发根提起来，就是这样。热风之后呢，再冷风，就这样，就一撮撮的，就是这样，一撮撮的就把它垫到发根上面，就这样一撮撮的。因为我手比较笨啊，我就不给大家演示，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找这种教程啊，一找一大把，我就不班门弄斧了。然后这个发根呢，基本上就能够立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发尾的时候呢，我就这样，它就会自动卷起来的嘛。那就一点点外翘就可以了。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外翘，但有的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反过来，就是内扣的。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太乖了。所以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吧，也不是一定要买这个戴森啦。我是不想再花钱了，所以有什么就用什么了，物尽其用。头发吹完之后呢，我就会用卡诗的这个护发精油，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了，而且这个呢是他们的新款，我刚刚买还没有用2次，我觉得这个新款要比我之前用的老款更好。它也是一个很清透的液体状，不会很油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把它不会很油，涂在发尾，稍微涂一点点就可以了。今天我已经涂过了，所以我就不上头了。好，那这样呢，因为发尾比较容易枯嘛，就可以帮助呢，让你的发尾就会显得比较有光泽。我呢也会用这个湿发膏，这个之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叫 Product 的一个湿发膏，真很经用。你看，我就用了快3-4年了，还有这么多。就取指甲盖，取一点点，就这样。我把它在手心就这样搓开了，然后在手指之间也搓掉，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用的量比较少，所以它不会有很湿发的感觉。如果你用的量多呢，就会真的像很多日本明星喜欢的那种湿发的造型啊。那我觉得这个头发呢，我以后还可以解锁更多的造型，因为我不是很会搞啦，而且剪完也没多久，等我以后再努力学习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造型可以做的。那最后一个产品呢，就是这个 Dry Shampoo， 这个呢是我常备的吧。那我其实也用过比较贵的干发香波，我觉得其实跟这个也无差啦，老实说没有太大差别。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开架的干发香波，因为你头发呢如果洗得越勤快，你头发上的颜色就会掉得越快。那我不想要掉那么快，所以我不会每天洗，我一般是2天洗1次头。第2天呢，我就会用这个干发香波，把它摇一摇，然后呢就把它喷在发根，就一撮撮的喷在发根就可以了。很容易呢就会把你的发根上的油脂呢给吸掉，发根就容易蓬松，就会立起来。当然这个不能够取代洗发水的，不能说我1个星期都用它，1个星期洗一下头，这个也不好的，对发质还有发根也会有堵塞的不好的，就是你可以作为一个补充，我觉得是 OK 的。好啦，一口气分享了我关于这次剪头发的一些过程还有以前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一些我最近在用的洗护类的产品和造型产品吧，希望大家喜欢没什么事就随便瞎聊聊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哦，对了，这里也卖个关子除了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发型之外呢，我最近有去做医美，大家有相信吗？我之前说我不会做医美的，我还拍了一个长影片，结果我被打脸了我下次再拍一个长影片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做医美，我做了什么项目，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大家想看吗？如果想看的话呢，也记得给我这个影片点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 ，Bruce say goodbye， 拜拜。